嘛。那这一周呢，其实有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我要去一家我觉得很厉害的一间公司去提案，然后去卖我的新的服务，然后他也很愿意给我这个机会。那到时候我先卖一个关子，到时候我应该会去做一下记录，就是进去公司提案的整个过程这样子。我也要带一位摄影师，也是我的好朋友 Michelle。那他担任我的摄影师，帮我去拍东西啦。那我相信一切都会是很愉快的一个过程啦，不管有没有成交，我觉得都是一个体验吧。交个朋友等等的，然后去参观一下他们公司长什么样子。那也因为这一周要做这件事情呢，其实我已经筹备好一阵子了。那我这一周的主题就想要来分享我会如何怎么样去设计我的方案，然后过程会是怎么样去做的。那现在呢，我其实赶着出门，我的剪辑师Sean 他在这边的附近的咖啡店在等我要一起去工作，所以我现在要马上出门。外面很热去咖啡厅吹吹冷气，然后一边工作去。今天呢，基本上要完成我的这个提案的所有的这个 package 里面有什么东西，至少我要把它准备好，才可以到对方去聊聊的时候，跟他分享我想要做会提供什么。那你付我钱的话，你会得到什么东西，对不对 ？OK 出门了 ，Let's go。做就是清爽，跟这个是更有这个清爽OK， what's up, man？ 那现在呢，正要开始，我今天有4场，给你看一下，总共4场。连续的这个接案教练课招生的这个免费咨询这样子一人是15分钟，然后现在正要上线了 ，Let's go。是，你好，我这边直接单刀直入的说进去，因为我看到你留的言，这里有写说你是做平面摄影接案，然后问能不能走订阅制嘛，对不对？对，就变成你有任何的技能你去吃火锅吃到饱，他是不是有时候可以吃 buffet 的甜点，有时候可以海鲜？你好，怎么称呼呢？我就是做影像的。是动态影片为主，然后我现在的流程的话，客户会基本上都是有比较长期合作的客户，别人看到我帮他做的影片，然后会透过他，然后再来问我。结束了2个，现在是第3个。比较特别的是呢，今天的第3位 Johnson 强森，我被放鸟了。Johnson， 如果你看到这里 ，What are you doing？Why you 放鸟我？预约的表单里面已经有告诉你说，你预约完要用 LINE 发讯息告知，然后也如果要取消，3天内跟我说，不说直接消失是怎样？Johnson， 如果说你的接案有问题的话，基本上就是我觉得是守时的问题吧，对不对？你自己都不出现了，自己都不守时了，或者说你忘记了，你怎么可以做好你的事业呢？对不对？好 ，Johnson 加油好吗？好啦，我这边刚好也可以提一下，就是说所有我自己跟学员也是这样讲，就所有的免费咨询预约等等的，其实基本上被放鸟这个状态是你没办法100%避掉的，你只能在你的预约表单上面不断去提醒这件事情，然后做好这个更多的措施，就例如说我现在用官方 LINE， 那我会请他们就是说预约完之后拿他们预约的名称，然后跟他们预约的时间到我的官方 LINE 来直接私讯我，然后才算预约成功。那很多人都有照着做大概80%的人都有照着做，但还是有20%的人就是不做。那不照着做呢，像这个 Johnson 就是这样，那他就直接消失了。可能这一点就是我们要去吞的一个东西。如果说有人会去想，就是说我能不能做更多的措施让他不要跑掉？当然可以但是这样子预约的阻力就变大了。而且当阻力变太大的时候，他有可能就懒得预约，就约到一半觉得好烦怎么会问那么多问题，那么多程序这样之类的，对不对？那原本他可能会成为你的客户，但是因为你预约的阻力太大，预约到一半就觉得很焦虑或是干嘛，会觉得很麻烦，他可能就直接放弃了。因为他毕竟也是约这个就是为了想要不要花钱，但他就是在约到中间觉得很麻烦，所以想说看我要花钱，我要花那么多时间在那边做这些有的没的，可能就走了我不知道你是做服务型的这个事业呢，如果是的话，这一题怎么解？如果你有任何想法的话，再留言告诉我我就可以学习一下，好不好？等待下一位。还是没声音的话，看你能不能打个字跟我说一下现在情况怎么样，就是我们的这个打字区嘛。结束了。I ended the meeting for everyone。给你看一下荧幕。
好，这边总共4位全部都结束了。真的在做咨询的时候，我觉得我也给不出来，就是我不会有那种好像我就是高高在上那种感觉。我希望我没有给出这种感觉，我希望都还是当做像是我可以理解他们，然后是同一个频率的情况下去想办法给他们一些想要的答案这样子。那如果想要上课跟适不适合上课，我都会给出一些论点，让他们自己回去判断。所以每一个人来咨询的人，我知道我这个做法可能有点笨啦因为有些人会这样讲，就是说你在做销售或者在做咨询的时候，你就是要让他马上买你的服务，让他很想买你的服务等等的。但我自己觉得我比较有信心的做法，跟我想要走的路，其实就是我觉得我可以让他有信心，但是我还是希望让他准备好，再来上课。因为我其实会知道，就我相信正在看这个影片的你可能也知道，我们很多人在去跟人家咨询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时候都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会决定我要去咨询。然后咨询的时候，我们会希望整体体验是好的，是完全有选择权的，因为我们赚钱都很辛苦，对吗？所以如果说体验好，然后也想清楚，我决定我可以加入，我觉得可以相信这个卖我服务的人，或是这个老师，或是这个教练的话，那我们会更愿意去购买这个课程或是服务。对，这个是我的想法。然后过往从以前到现在，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也是 it works great。所以每一个人呢，他们都会有7天的时间可以去思考他们要不要加入。然后我的早鸟呢，就是在判定，就是这个价格跟早鸟专属的这个分期优惠，1个月只要3000多块就是我就会说，就是比喻有点像是你1个月只要买一双鞋，你就可以去知道怎么样去为你1年赚几十万甚至破100万这样子。他们回去就会去思考嘛，然后如果愿意分期，大部分的人也都是分期啦。那7天的时间，他们可以后续陆续再继续用官方 LINE 去问我问题，或者是直接报名加入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管道是我现在正在测试的一个新的改装过的漏斗环节这样子。那试试看目前来说我觉得还算方便，因为这样子就不会是都是用我个人的 LINE， 所以我 LINE 突然增加了一堆咨询过又没有来上课的人，就这些人留着，你也很难去就是整理他们。但是如果是专门用官方 LINE 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些人都有跟你咨询过你要再给优惠，或者说再回去，例如说跟他们说话，找他们有什么事情的话，会比较方便，因为他们都曾经对这堂课或者说对你的服务是有兴趣的。这样，我刚才已经讲了很多话，从7点多讲到现在9点12分累了，那就先休息啦。今天呢，跟妈妈回诊去看了一趟皮肤科。那其实我妈的情况是她有得了肺腺癌，确诊已经第4期，然后是已经约莫差不多3个月4个月了我记得是从4月中还是4月底的时候开始确诊。然后后来我就从纽约飞回来台湾去照顾她嘛，然后我回来也有差不多应该3个月2个月了。那现在呢，就是得知我妈在这个癌症确诊之后呢，她其实过往呢没有去买这个实支实付的保险，所以呢，好在她现在的这个药物是标靶药是泰格莎，然后是健保有包，所以健保有包的情况下呢，暂时的现在先不担心治疗的问题。但听护士跟医生就是说，这个标靶药呢，平均病人在18个月左右会产生抗药性，所以如果产生抗药性，就进入第2阶段的治疗。那第2阶段的治疗是什么还不知道，但是时常有人说他们的这个医药费因为我加入一些社团，然后是肺腺癌专门的社团，然后里面常常有人提到他们每个月的医药费呢动不动就是6位数，所以我现在其实也是蛮紧张的，就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也因为现在的药物是健保有给付的关系，所以给我抓了一点时间，让我可以去尽可能的先做一些准备等等的。然后因为我爸他也不是什么创业的人或者干嘛，他就是一个劳工，讲简单直接一点，就是我们家不是什么很会赚钱的人，然后也不是什么很会做财务规划的人，这也造成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一直都没有到我认为啦就是说
顶多就是饿不死，但没有到很好，就很容易就是陷入危机啦。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就很容易就突然就花一大笔钱，然后可能就没剩多少这样子。我觉得其实蛮危险的啊，这就是没办法，我也就是没得选嘛，对不对？我目前的收入呢，其实在同龄人之间已经算很不错了啊，就大家听到我的收入都会觉得哇很厉害什么什么之类的。当然就是没有什么好或不好之类的啦啊，就是说你看你多努力，或者说你的经济需求嘛，或者说你想过怎么样的生活。但主要我想要表达的是，现在因为妈妈的情况，我有发现我现在的赚的钱开始感觉到不够，开始感觉到吃紧。再加上我是一个会未雨绸缪的人，就是我会去想，就是未来不知道有多少需求或是需要，然后再加上因为我比较有这个能力，因为还年轻嘛，然后我又是独生子，所以就比较有这个能力去赚钱的情况下，我总觉得我会有一个自发性的觉得我应该要想办法赚多一点。反正种种考量之下，我觉得我应该要赚到至少是1000万年收的一个营业额，先以营业额就好这样子。对，所以现在正在想办法去做到这一件事情。我有去回想一下，其实之前我就一直希望可以去做到这些事情，但我其实没有很强烈的去行动哦。但是现在因为得知了妈妈的病情之后，其实真的会就是推着你前进，你懂吗？我觉得很多以前我的借口跟我的需要再想想，或者说需要再思考等等的，现在有点像是有一股力量一直把你推着前进，就是你不做不行，你先试了再说，或者说你找不到答案，你就找快一点，找更多，问更多人等等的，就变得很激进。但这也让我在情绪上面，然后在这个整个思考，然后跟每天的精神状态，其实都非常累，压力非常大，就变得很不chill这样子。我很清楚这种感觉，这个也是我当初在让我设计出接案教练课，还有我的这个订阅制接案法，然后再加上让我自己靠接设接案，然后就可以那个当时是年收100万嘛，就第一步先是年收100万的部分。我记得那个时候在解决那些关卡的时候，也是非常焦虑，跟现在的状况有类似只是现在的状况呢多了一个悲伤的感觉，因为毕竟是妈妈生病。但那个时候的状况是非常激进，然后让自己每天都很有点呼吸困难的地步，你知道吗？就是很焦虑、很恐慌，也觉得一定要做到，然后一直逼自己这样。我现在其实很确信一件事情，就是我现在的状况跟那个时候其实差不多，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一段过渡期过去了，我只要撑过去了，我相信在我的收入跟我做的事情上面一定会有非常明显的成长。所以呢需要更多钱这件事情，有时候我觉得跟你的状态很有关系。就如果说你过得很舒服，就很容易就会觉得我可以缓一下，我可以再多想一点，我可以谨慎一点等等的。但是当你有一个迫切的理由，真的很需要赚到更多的钱的时候，你真的不会去想太多，你真的就是冲了，就是一直冲，然后冲了碰壁，你再回来，再换个方向冲，一直冲，一直冲。现在我就有点像是在这个情况，我现在也想了一些新的方案，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的身份其实是设计师起家，然后后来我就一直在经营我的品牌，近1年来我就一直把重心放在我的品牌不停，也就是中文圈我觉得是最丰富资源的接案相关的学习品牌这样子。现在呢，我其实仔细想了一想就是我觉得应该要做新的事情。那这个新的事情呢，我想了好多方法，但是我觉得最终还是回归到我正在做的事情，一直都有一个闪光点，就是我把我的品牌不停，其实经营的很不错，然后也靠我自己做内容的方式呢，一直的可以把客户带进来，然后创造了至少是数百万的收入这样子。那对于艺人公司来说，已经算是做得还不错了吧然后很多人也都有表示认同，然后很多厉害的创业家什么东西，他们也都很喜欢不停这个品牌，然后愿意来参加访谈当来宾这样。我真的很感谢大家，就是没有所有的来宾跟听众跟社群上面所有的人，不停这个品牌没有办法到今天，我也没有办法第一次尝到就是开公司的感觉，所以很谢谢大家。更重要的是呢，现在我觉得我要做新的事情，才有办法更快的达到
年收1000万的目标，怎么样去应付接下来的这些难关呢？在下一段对话，我来跟你说，期待一下我怎么样去解决这些事情，然后想到了什么新的 idea。等一下就要来不停的这个订阅制接案法的第一场销售大会，我会让他们就是对我进行销售，然后来演练一次客户会怎么想，跟他们跟客户可以怎么样去进行销售，挺刺激的吧？那先这样啦。真的是有听到吗？你要试试看吗？以目前这样听下来，所以你也会帮我去想企划相关的东西吗？因为这些我都想不到。会，这些我会帮你想。我这边的东西就是我会以每一月当做执行周期，然后在每个执行周期前2个礼拜。我现在目前推的方案是以空间为主。所以我就是先定了3个如果再有任何疑问，或者说再有任何觉得自己还不确定的情况下，那一定就是有地方可以更好。那你可以去不断的去测试哪一个地方可以更好。那你也可以不断的问我，那我会告诉你怎么样去调，可以调到更好。这个是正常。结束了，哇，超累。但是呢，我现在要继续做明天要用的简报，明天要去纸面那边，也就是物以类聚，其实内容都做的差不多，就是把它完善一下这样子。对，最近真的太忙，然后今天也要去跑医院嘛，所以然后很多时候妈妈那边其实有很多的副作用的状况，所以也要去陪她或者帮她做一些事情，因为她现在行动上面有一些不方便，所以我的时间算是被压缩了啊。除了照顾妈妈之外，我也要想办法赚更多钱嘛。唉，但就怎么样？面对啦，只能面对啦，对不对 ？OK， 那我继续忙。我今天呢要去见我的2个小伙伴，然后这2个小伙伴呢是不停的小队，一位是负责长影片的制作，一位是负责短影片的制作。那这2位呢都是我现在在不停的整个工作的内容流水线上面不可或缺的人。如果没有这2位的话，其实我一个人算是忙不过来。虽然这件事情以前都是我一个人做，但随着服务项目越来越多，我可能以后不管怎么样都还是会需要伙伴来帮忙做这些事情，我觉得很感谢他们2个。那今天呢是久违的小聚啦，上一次小聚呢也有一段时间了，那这一次呢一样喝杯咖啡，然后我想他们应该会聊聊股票，因为最近的股市呢OK， 那差不多要出门了，去喝杯咖啡，见见我的朋友们 ，Let's go。我现在在物以类聚他们的公司附近，哇，他们公司真的是，就是好像是商业区啊，很少来这边。等我的好朋友 Michelle， 他要来当我的摄影师 ，Let's go。Michelle， 嗨，没有，我就主要来参观。哎呦，我们台湾设计界大魔王来了，纸面不知道赚了多少钱的一张桌子啊！我可以把这个咖啡放在桌子上吗？当然可以，可以放吗？当然可以。我放咯。哇，沾到财气了，白痴哦！厉害的公司就很多 WiFi， 这个跟第5G， 5G 我就放，有5G 耶！来，老板，我的电脑给你用。老板碰过了，会发财哦！都是钱。因为我其实设计学的很多都是自学嘛，所以我大部分看国外的东西，然后看到台湾这边的时候，就陆陆续续有注意到的时候，就是物以类聚是我很早就开始看到很厉害的东西这样子。所以你有觉得见偶像的感觉吗？有啊，我没有想过可以这样子。我才觉得见偶像大设计师帮我设计 logo， 1分钟内设计出来，真的1分钟哎！我等了8年，做 podcast 就是为了这一刻。看到还有一个 Michelle， 我会拼完了。对我刚才也在想你拼的有没有拼对？我很常被拼成 Michael， 真的，我真的超无言的。哇哦，比我大。这是古典歌德。
对啊，我纸面，我是纸面，这是我是 noodle maker，这是我最新 make 的 noodle。这是黑色的，你做哇，老板谢谢。好卡板是什么意思？谢因为其实我谢们。黑色的有另外一个是马铃薯质的，就是也是 metal 的。哦，你好紧哦，真的很壮哎。哎，这能播吗？我自己也会摸我也是自己啊，你摸我。啊，因为他是因为你是你很大颗 B boy，有，等一下，这能播吗？这能播吗？手写出来对，的，这是手写的，哇哦用钢笔，用这种哇哦哇钢哦笔直接写出来的。brush 的话就会写出像这样子的，哇哦，好厉害哦，就真的写。我等一下可以写一些给你们。好会写哦。这个风格叫 Victorian style，就维多利亚时期的那种很维多利亚的秘密没。有做那种。唱一下吗？是因为像气高球尔，宣的他们公司的 logo，嗯这样看是 GND，嗯，然后这样看是什么？GND。哦，reaction 一下，都是钱，It's all money, It's all gold.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Motherfucker. My son，这张 GND 啊，嗯，被打枪，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太 gay 了。哦，品牌比较保守嘛。后来他们改成哎呦，有钱人打喷嚏，靠腰，喷出来是金粉。所以到现在这个年代还在用手稿玩稿，真的不多了。多了可以看一下你画的那个线吗？当兵的时候画的图，哇哦，然后就是因为这张图被长官抓去电飞，然后说你当这一夏令营啊，然后这个是什么？这是兵籍资料袋， Oh my 然后就 god！大家都拿着这个在排队，然后我就拿这一面，然后我就拿着这个在排队，这里面全部都是我当兵的故事，这是武长、侦察兵、破坏兵，现在再也画不出来了。然后我就把这个变成我的第一个品牌的主视觉，然后就此成为设计师。哦，都是过去，就是主要就是我把这个 Content OS 基本上就是内容的获客系统嘛，然后它会有一整套流水线，然后基本上就是我会把它分成3种。我是想要针对就是服务型品牌，就有讲过，就是说专业知识为主或者专业服务为主，这图很可爱，很可爱， Pixel 时间轴都抓出来了。对。我还有 backup week， 就是中间的话，如果有任何修改的话，就可以用到 backup week。这一张叫 playbook， 你可以把它想象是像 brand guideline，但是你们一整套的内容怎么样到获客，然后包含里面有 AI engine 去系统是30，对，然后如果是陪跑1个月是1个月8万，然后到6个月，然后如果是1年的话就是1个月7万。对，你有没有贷款？没有，我不贷款。我刚刚也在想，是不是有任何的补助？觉得要吗？想法要验证吗？可是你现在验证的风险全部都在你身上，那你相信你，还是你相信股票？就如果2择1，你会比较相信股票帮你赚钱，还是你会相信你自己吗？那就可以，因为就光股票你都敢放钱在那边了，然后甚至我公司的资本额还小于我放在股票的钱，那为什么我会放股票？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再花更多钱了。如果你觉得现在的计划你的成功率是高的，那你就用别人的钱来当你的杠杆。你用你的钱来当杠杆的话，就算你觉得它会成功，可是我就只有10块，你也顶不上20。Podcast 里面有跟我讲蛮多的例子，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你相信你的商业模式胜率是比你放在股票里面高的。对，听起来是合理的。就不要怕负债。对我就是很怕负债这件事情。不要怕，这个是家庭观念。我家就是教我不要负债，我家就教我不要负债。那你后来是怎么胆子变那么大？因为我很叛逆，任何人跟我说什么我就会过。因为你是 B boy， 就是我脖子比较硬，我会觉得自己摔过一次，我才真的可以学到。可是我可以用最短路径学。他已经提醒过我了嘛，就是说电蚊拍有电，摸一下，真的有电了，这样我就知道。可是我一辈子在那边想，它到底有没有电？浪费时间。如果今天有你的伙伴一起，你就会放心很多，因为当你做出一些鲁莽的决策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会有守门员，对，会有守门员。那如果今天真的是2个人一起鲁莽，那就会2个人一起承担。所以其实我觉得旅发有一个蛮棒的点，就是你对于有自信的东西，你可以很快具现化，而且你也很有自信。可是你对于你自己还不懂的东西，你很乐意请教。那你其实你真的很谦虚，因为你刚刚请教的那些题，我感觉得出来，其实你自己心里也有一些，也知道自己可以做到什么事情，但是你就是想要听别人意见嘛。光这一个点就会有很多人想要帮你。对于创业这件事情也想要有一艘船是有 co-founder 或是 partner 可以一起走下去。那你再回来看这份简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蛮切实际的。是因为本该如果今天你有一个 team，那
那一年1000万本来就很合理啊。我每个礼拜五晚上最期待的就是我根本不用约，因为已经约到那种约定成熟了。反正礼拜五晚上7点8点就会开始有人来我们公司，全部都是创业者。我有很多好朋友，有开串烧店的，还有在公司上班的，还有歌手吕志轩、金鱼脑，所以就是明明就是一间设计公司，但是到晚上我灯关一关，大家就很 chill， 然后就是喝酒。我们不做任何非法的，但是就只是喝个酒，然后有时候打麻将，就好开心。然后大家都是聊老板的东西，但是没有一个人在聊技术，没有人说我设计好难做，没有，都在说你最近好吗？我最近不太好，那就好了。那就好了。对，老板们都是这样，然后其实就是讲一些心里话，那些话不能出去的。可是当这个状态，你就发现那些老板都很幼稚，就每个都是有一些甚至营业额很高很高，但是在我们那边的时候就每个人一样。可是，在公司的时候就得这样。简单来讲，是学创业吗？还是学创意？学创业，想着怎么赚钱。好，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我的 podcast 啊，我不会说嘿大家，我会说嘿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哦，那个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我的 podcast 只给一个人听，因为他本来也就是只有一个人在听，所以你要想清楚那个人是谁，你就一直攻这件事情去。好好玩，那我再重新形容一次哦，你帮我听听看。我觉得那一个人应该是没有压力的，不是为了学习。更正，我觉得我要打断我刚刚那个，他想要听一些他不知道的事，而且那不知道的事情是会想要拿来跟别人讲的。成长过程 ，maybe 对，就是一些私密的，对，就是你怎么成为你。请他们分享他们的糗事，请他们分享他们小时候跟我一样也犯过什么事。你有没有犯法过？就是挖，你最接近犯法的是什么状态？对，就挖这种。对，问出一些他们在别的节目不会讲的东西。所以真的要长期做下去，它一定要有商业模式才。其实我讲个很直接的，就是你可以聊品牌策略，因为这个台湾没有人在聊。所以我会写程式，我会画逻辑图。那逻辑图就是现在对 AI 讲话的唯一方法。所以如果你讲不好意思，嘿，what's up？ 今天呢去拜访子面物以类聚视觉整合有限公司，我相信是很多设计师或者做品牌的人里面的一个很神的一家公司啊，也是我就是已经就是知道很久的公司，就没有想过今天可以去这个拜访。那今天呢去拜访主要有一个目的是去交流嘛，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说我在跟子面他来上我的 podcast 不停自由接案生活的时候，我们后续就有聊到一些我自己的计划以及新的服务开发，那他也有兴趣这样子，所以今天就有去聊一下，有去谈一下。但是今天呢，因为我们聊得太开心了然后跟米雪他们也认识这样子，然后还有 Sarah 是子面的经纪人，然后我们就4个人在房间里面聊得太开心，下午就是交流很多想法，主要都是在聊一些跟我们接下来的想法，还有我想做的事，他也给我很多的 insights， 然后还有关于他未来想要做的podcast 的内容，然后以及方向，然后主轴，然后 target audience 等等的，我们聊了非常多。后来发现他们好像3点多还是4点多，反正就是有工作了，所以我1点去，然后其实有点意犹未尽聊了很多，我觉得学到很多然后得到很多收获这样子。然后尤其是子面有讲到一句话我非常印象深刻就感谢子面，如果你有在看的话Sarah 跟子面感谢你们这样子。子面提到说，如果是他是我的话，他说他觉得他会去贷款，会推荐我去贷款，然后去买人才，去开杠杆，因为我买到人才的话，不用花我那么多时间，而且我的人才发挥的价值可以为我的公司带来更好的服务，带来更好的客人，而且不会占满我的时间。我就说嘛，因为我说我是很保守的，我相信在看影片的你可能也是就是很多人是很保守的，对于贷款创业等等的这一种，应该都是很害怕，因为怕还不出来或是干嘛的。那子面就提到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如果你现在想要做的这件事情，你有信心你自己去做这件事情能够比你现在把钱放到股票里面还要赚得多，也就是说你对你现在想要做的这件事情有信心到你觉得把你的钱放到股票都不会赚的比你现在做的这些事情还要多的话，那你就很值得去这么做。好，那我那个时候想了一下，我思考了一下，对耶，以这样去想之后，我就觉得我好像可以去承担这个成本，因为我真的很有信心，因为我知道市场的缺口在哪里。然后子面他也听我在那边讲，就是市场的缺口跟我的方案，然后跟针对的人，然后大家想要的东西，其实他也都很认同，我就被点醒了，因为我觉得的确我应该对自己的东西是更有信心一点，而且我也不是要把全世界的客户都接下来，我已经有一个目标客户就是10个，我只要接下10个客户，我就可以达到至少营业额
可以达到年收1000万的地步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其实 OK 啊，而且这些东西我的目标很明确，然后要帮谁做也很明确 ，Why not？ 而且前面还有其他人做的虽然比较不一样，但有类似的成功案例这样子，甚至是不止1000万这样。但我觉得还是要再多加思考。我自己习惯是多方去收集很多不一样的想法，然后我这边再去把它做一个统整之后，我觉得比较适合我的方向是什么？因为我觉得每个创业家的性格不一样，然后相信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我得到很多的 input 之后，我都要先消化过，才知道我怎么样去使用它，以及我独特的地方跟我擅长的事情是什么，跟我习惯或者让我放心的路是哪一条。创业这条路真的不简单不过我觉得是时候啦，就是不能再一个人单干了，就是时间真的有限，然后如果要做更大的事情的话，的确可能就会需要更完整或者更健全的一个团队才能走得更远这样子。今天我觉得得到一个最大的收获，非常感谢。然后我跟子面也约了下一次，然后会再去拜访物以类聚这边再去谈。今天也丢给了子面跟 Sarah 一个功课，就是今天物以类聚做这个 video podcast， 假设要跟我合作去做这个内容，长内容、短内容，然后去吸引到观众的话，吸引到的观众是谁？不是一个群众，而是一个人。如果想着他是一个人，那会是谁？他在乎什么？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 persona？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那你要做什么样的内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吸引到的人跟做什么样的内容，但是最后有点参差不齐，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合理化。然后它就没有办法发挥商业价值。一件事情如果没有办法发挥商业价值啊，它迟早会停掉，这个是很现实的。也问了他们的商业目的是什么，然后想要吸引到是谁，然后想要做的内容是什么，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对齐啦。这也不是什么一个下午就可以想清楚的事情。我相信很多这种有关于跟商业、跟策略、跟这个任何决策类型的东西，如果是比较复杂的，其实都会需要一段时间的思考，所以我也期待下次再拜访，然后再多聊一点这样子。好了，那我觉得我也差不多该吃饭了，这一集就先到这一边。那我的创业日记呢，如果你说你想要加入我的旅程的话因为我是真的白手起家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那欢迎订阅这个频道。那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或者说有什么问题，或者说你想要看什么样的东西，想要听我说什么样的东西，欢迎你在底下留言。好不好？那我就会看能不能专门拍一集这样子。那我就要来好好享用这一些生鱼片的寿司啦，拜拜。